这集先讲最反直觉的地方，5070Ti 居然可以跑27B 模型。不是因为显存突然变魔法，是因为这次用到 Turbo Quant， 把模型权重压得更小，让27B 有机会真的在低端进场。可是能跑跟适合每天用是两回事，所以我把同一组题目丢给3个模型 Qwen 9B、Gemma E4B， 还有这个被 Turbo Quant 拉上来的 Qwen 27B。我要看的不是谁最大，是谁最适合放在5070Ti 上每天处理事情。Turbo Quant 可以先粗略理解成一种更激进的量化压缩，它把模型权重用更低的位元表示，降低显存和频宽阿力。27B 原本对低端卡来说通常很吃紧，压下去以后，它才有机会跟 9B、E4B 放在同一张桌上比。不过这不是无痛升级，权重被压小，不代表上下文就无限变大。长文本多轮对话或需要塞很多资料的任务 ，KV Cache 暗示会吃掉空间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后面不只看秋明，还要看它在5070Ti 上是不是好用。咖啡店安静时段这个案例考的不是摘要长短，是模型能不能抓到商业矛盾。Qwen 9B 抓到社交属性和安静需求的冲突很稳，但像会议摘要 ，Gemma 的语感最好会把咖啡店说成公共社交空间和图书馆式工作区的拉扯。可是27B 更进一步，他把品牌试错、营收、顾客返单、一线服务成本全部放进同一个判断里，这就比较像分析稿了。小扣分是他最后写成原有用客基础，应该是原有客群基础，大模型也会打滑，只是滑的比较小。这题最能看出模型是不是真的严饼。排成答案3个都对，星期一冠宇，星期二美玲，星期三阿明，星期四佳佳，星期五志豪。差别是 Gemma 找到阿明星期三这组可行解后，没有真的把阿明星期四排除掉，只说可以简要检查。这在留级题里很关键，找到一组解，不等于证明唯一解。Qwen 9B 和27B 都有把阿明星期四导向佳佳星期二，再装上条件6，这一步有做完，整个推理才闭合。程式题最容易出现一种错觉，写得越像工程师就越可靠。Qwen 9B 的版本很拘束，但正过。27B 更漂亮一点，用 dict-get 做聚合，空列表时 top user 是 none， 并列时 sorted 取字母最前面，完全贴着规格走。Gemma 的版本看起来最工程化，还有 dispatch-loaded、docstring、assert 下式。问题是，他自己加了缺栏位就跳过并 print 的处理，题目没说坏资料要跳过。这种多做反而可能把资料错误藏起来。我另外试了一个比较像展示效果的 prompt， 用 NVIDIA 录的沙画粒子，先形成台北101，再变成淡江大桥，最后出现住在老街西的 Lazeth。实际打开之后，亮点不是地标有多准。老实说，101鸭不太像101鸭，淡江大桥也不太像淡江大桥，可是城市本身和粒子流动效果是能看的。甚至有一点像 GTC 上那种舞台 demo 的感觉，这就是27B 用人想记句式的地方。它不一定每个细节都准，但它有能力把一个抽象画面直接变成可以打开的 HTML 特效。所以我不会把这次结论讲成单纯排名。Qwen 9B 很适合做快速摘要、乐级检查、规格型小任务，跑起来轻节奏快。Gemma 很适合把话讲得好懂，拿来做教学说明和包装素材。但要有人检查它有没有少正一步或多加规格。Qwen 27B 强比较百将主力分析模型，尤其是你需要一份可以再往外交付的草稿时，它的结构和判断比较完整。只是它进场靠的是 Turbo Quant S， 工作流上还是要把上下文限制一起算进去。这次最意外的不是27B 先了几题，而是5070Ti 真的把27B 拉进了可测范围。Turbo Quant 原本很难在这张卡上试的大模型，推到了可以实测的位置。照这3题看，宽咱6 27B 也确实最秋明，最接近可交付。可是我要留一个但书，它不一定是所有业务的最佳解。因为在某些长文本、多轮对话或需要保留大量上下文的情况下，27B 的 context 真的可能不够实用。最后选谁，不是只看模型参数，而是看你的5070Ti 要跑什么工作。要快就9B，
要好读可以叫 Gemma 来包装。要主分析，27B 很强，但你要知道它秋名在哪里，也卡在哪里。